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源广进，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安顺利，万事都如意。那接下来同样的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在一个古老的小镇上，元宵节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。每到这一天，镇上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河边，亲手制作灯笼，写下自己的愿望，然后将灯笼放入河中，让它们随着水流缓缓飘走。这个习俗已经流传了几百年，传说只要灯笼能够顺利飘远，愿望就会实现。然而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禁忌，如果灯笼在河中沉没，愿望虽然会实现，但许愿者的灵魂却会被灯笼带走，永远无法逃脱。这一年，元宵节的夜晚格外寒冷，河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月光透过云层洒在水面上，映出一片朦胧的光影。镇上的居民们早早地聚集在河边，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，有的写着祈求平安，有的写着希望财运亨通，还有的写着对未来的憧憬。人群中，一个名叫小玲的女孩显得格外安静。她手里提着一盏红色的灯笼，灯笼上写着一行小字：愿母亲早日康复。小玲的母亲已经病重多日，医生们都束手无策。小玲听镇上的老人说，如果在元宵节这天放一盏灯笼，诚心许愿，或许能够感动上天，让母亲的病好起来。于是他偷偷地准备了这盏灯笼，希望能够为母亲带来一线生机。夜幕降临，镇上的长老点燃了第一盏灯笼，宣布仪式正式开始。人们纷纷将自己的灯笼放入河中，河面上顿时亮起了一片星星点点的光芒，仿佛天上的银河落入了人间。小林也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灯笼放入水中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默默地祈祷着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冷的风突然吹过，河面上的雾气变得更加浓厚，月光也被乌云遮挡，四周顿时陷入了一片昏暗。小林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的灯笼并没有像其他人的那样顺着水流飘走，而是停在了原地，灯笼上的火焰摇曳不定，仿佛随时都会熄灭。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正当他想要伸手去捞灯笼时，灯笼突然沉入了水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小林愣住了，心中既惊讶又害怕。他听过那个传说，知道灯笼沉没意味着什么，但同时他也抱有一丝希望，或许母亲的病真的会好起来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转身离开了河边，回到了家中。那一夜，小林睡得并不安稳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自己站在河边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河面上漂浮着一盏红色的灯笼。灯笼缓缓地向他飘来，里面传来一阵低语声：你的愿望实现了，但你的灵魂属于我了。小林想要逃跑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，动弹不得。灯笼越来越近，他甚至能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息从灯笼中渗出，直逼他的面门。就在这时，小林猛地惊醒，发现自己满头大汗，心跳如鼓。他看了看窗外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，驱散了他心中的恐惧。他摇了摇头，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梦，不必太过在意。然而当他走进母亲的房间时，却发现母亲正坐在床边，脸色红润，精神焕发，完全不像是一个病重的人。小林惊喜地跑过去，抱住母亲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母亲轻轻拍着他的背，笑着说：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一早醒来，感觉身体好多了，好像病全好了似的。小林心中既高兴又不安，他知道母亲的康复与那盏沉默的灯笼有关，但他也想起了那个梦，
响起了灯笼中的低语声。他不敢告诉母亲真相，只能默默地将这份恐惧藏在心底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从那天起，小林开始感觉到一些奇怪的变化。他总是在夜晚听到河边传来低语声，仿佛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。他的影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，有时甚至会突然消失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吞噬了一般。他的身体也逐渐变得虚弱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像是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抽离。镇上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小林的异常，但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帮助他。有人说他中了邪，有人说他被鬼魂缠上了，还有人说他已经不是原来的小林了。小林的母亲心急如焚，四处求医问药，但无论是医生还是道士，都对小林的情况束手无策。终于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小林突然从家中消失了。他的母亲找遍了整个镇子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影。最后，有人在河边发现了小林的鞋子，鞋子上沾满了湿漉漉的泥土，仿佛他曾经踏入过河中。而在河面上，漂浮着一盏破旧的红色灯笼，灯笼上隐约能看到小林的名字。从那以后，每逢元宵节，镇上的人们总能在河边听到一阵低语声，仿佛有人在呼唤：“来许愿吧，我会帮你实现。”而那些不小心将灯笼放入河中的人，总会在某个夜晚突然消失，只留下一盏沉默的灯笼，静静地漂浮在河面上。这个故事就这样在小镇上流传了下来，成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。每当元宵节来临，人们都会小心翼翼地放灯笼，生怕自己的灯笼会沉没，生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小林。而那盏红色的灯笼依旧在河面上漂浮着，等待着下一个许愿的人。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，元宵节的夜晚总是充满了神秘与诡异的气氛。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习俗，叫做鬼影舞。传说，每逢元宵节的午夜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要聚集在村口的空地上，围成一圈，跳一种特殊的舞蹈。这种舞蹈被称为鬼影舞，因为据说跳舞的人会与亡灵共舞，祈求来年的平安与丰收。然而，这个习俗也有一个可怕的禁忌，如果有人在跳舞时跳错了舞步，就会被亡灵带走，永远无法回到人间。这一年，元宵节的夜晚格外阴冷，天空中没有一丝星光，只有一轮惨白的月亮挂在天边，洒下微弱的光芒。村里的人们早早地聚集在村口的空地上，围成一个大圈，等待着舞蹈的开始。人群中有一个外地的年轻人，名叫阿明。他是来山村探亲的，对这里的习俗一无所知。当他听说晚上要跳鬼影舞时，觉得这不过是一种迷信，心里充满了不屑。这种舞蹈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过是吓唬人的把戏罢了。阿明对身边的村民说道。村民们听了，纷纷摇头，劝他不要轻视这个习俗，但阿明却不以为然，执意要参加。午夜时分，村里的长老点燃了一盏古老的油灯，宣布舞蹈正式开始。村民们手拉着手，开始缓缓地移动脚步，随着一种诡异的节奏跳起了鬼影舞。阿明站在人群中，起初觉得这舞蹈没什么特别的，不过是简单的踏步和转圈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渐渐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氛，四周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冷，月光也变得更加惨白，好像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层诡异的薄雾中。阿明的脚步开始不受控制，
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引导着他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影子变得异常扭曲，好像有另一个人在操控他的动作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阿明心中惊恐，想要停下脚步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。他的双脚继续跳着诡异的舞步，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，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。他试图呼救，但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好像连声音都被那股力量吞噬了。周围的村民好像摸看到他的异常，依旧沉浸在舞蹈中，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微笑。阿明的视线开始模糊，耳边传来一阵低语声，好像有无数个声音在对他说话：跳吧，跳吧，与我们共舞。阿明的意识逐渐模糊，眼前的景象也变得扭曲起来。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从地面上脱离出来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形，与他面对面地跳着舞。那个人形没有面孔，只有一双空洞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像是要将他的灵魂吸走。不，放开我！阿明在心中呐喊，但身体却依旧不受控制地跳着舞。他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好像随时都会窒息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拉向地面，他的双脚深深地陷入了泥土中，无法挣脱。救我！救我！阿明在心中绝望地呼喊，但周围的村民好像没听到他的声音，依旧在跳着舞，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。最后，阿明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月光下，只留下一串诡异的脚印，指向村外的坟地。第二天早上，村民们发现阿明不见了，他们四处寻找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影。有人说他可能自己离开了村子，也有人说他可能被鬼魂带走了。然而，村里的长老却沉默不语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村外的坟地，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。从那以后，每逢元宵节的夜晚，村里的人们总能在鬼影舞的舞圈中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好像阿明还在跳着未完的舞蹈。那个身影没有面孔，只有一双空洞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跳舞的人，像是在等待下一个跳错舞步的人。村里的人们开始对鬼影舞充满了恐惧，但这个习俗却无法被废除，因为传说，如果不跳鬼影舞，村里的亡灵就会无法安息，整个村子都会陷入灾难之中。于是，每年的元宵节，村民们依旧会聚集在村口的空地上，围成一圈，跳着那诡异的舞蹈，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。而阿明的故事也成为了村里的一个禁忌。每当有人提起他，村民们都会摇头叹息，好像在说他不该轻视鬼影舞的。这个故事就这样在山村里流传了下来，成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。每当元宵节来临，村里的人们都会小心翼翼地跳着鬼影舞，生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阿明。而那模糊的身影依旧在舞圈中跳着未完的舞蹈，等待着下一个跳错舞步的人。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，元宵节的夜晚总是充满了神秘与诡异的气氛。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传统，每家每户都要做一种黑色的汤圆，称为鬼汤圆。传说这种汤圆是为了安抚游荡的孤魂野鬼，吃了它就能避免被鬼魂缠上。然而，这个习俗也有一个可怕的禁忌，如果有人拒绝吃鬼汤圆，就会引来不祥之事，甚至被鬼魂带走。这一年，元宵节的夜晚格外阴冷，
天空中没有一丝星光，只有一轮惨白的月亮挂在天边，洒下微弱的光芒。村里的人们早早地开始准备鬼汤圆，将糯米粉揉成团，加入一种特殊的黑色染料，搓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汤圆。这些汤圆看起来黑得发亮，像是能吸收所有的光线，让人看了心里发毛。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，名叫阿强。他是来村里做生意的，对这里的习俗一无所知。当他看到村民们在制作黑色的汤圆时，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屑。这种黑色的汤圆看起来真恶心，怎么会有人吃这种东西？阿强对身边的村民说道。村民们听了，纷纷摇头，劝他不要轻视这个习俗，但阿强却不以为然，执意不吃。我才不信这些迷信的东西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我可不想碰这种奇怪的汤圆。阿强摆了摆手，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夜幕降临，村里的人们围坐在桌前，开始享用鬼汤圆。阿强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，听着外面传来的笑声和谈话声，心里有些不自在。他打开窗户，看着外面的月光，突然感觉到一阵冷风吹过，让他打了个寒战。这天气真是奇怪，明明末风，怎么会这么冷？阿强自言自语道。他关上窗户，准备早点休息，却听到厨房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捏面团。这么晚了，谁还在厨房？阿强心里有些不安，但还是决定去看看。他走到厨房，发现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黑色汤圆，碗边还滴着暗红色的液体，像是血一样。这是谁放在这里的？阿强心里一惊，四处张望，却发现厨房里空无一人。他伸手去碰那碗汤圆，却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从指尖传来，让他立刻缩回了手。这东西有古怪，阿强心里有些害怕，转身想要离开厨房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，动弹不得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影子变得异常扭曲，好像有另一个人在操控他的动作。放开我！阿强在心中呐喊，但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。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伸向那碗汤圆，拿起一颗黑色的汤圆，缓缓地送向嘴边。不，我不要吃！阿强在心中绝望地呼喊，但嘴巴却不受控制地张开，将那颗汤圆吞了下去。汤圆入口即化，一股冰冷的感觉从喉咙蔓延到全身，让他感到一阵窒息。就在这时，阿强突然听到一阵低语声，像是从碗中传来：“你不吃，我就来找你。”阿强惊恐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站在厨房的门口，手里拿着那碗黑色的汤圆。他低头一看，碗中的汤圆已经少了一颗，而他的嘴里还残留着那股冰冷的感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明明没有吃。阿强心里充满了恐惧，转身想要逃出厨房，却发现整个村庄变得异常安静，好像所有人都消失了一样。他跑出屋子，四处张望，却发现村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无数盏红色的灯笼在风中摇曳，发出诡异的光芒。阿强的心跳加速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追赶他，像是要将他拖入无尽的黑暗中。救命！有没有人？阿强大声呼喊，但四周却没有任何回应。他跑向村口，却发现村外的路被一层浓厚的雾气笼罩，根本看不清前方的景象。就在这时，阿强突然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手抓住了他的脚踝，将他拉向地面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影子从地面上脱离出来，
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形，正用空洞的眼睛盯着他。你不吃，我就来找你。那个人形低声说道，声音像是从地底传来。阿强惊恐地挣扎，但那股力量却越来越强，将他拖向村外的坟地。他的视线逐渐模糊，耳边传来一阵低语声，像是无数个声音在对他说话。来吧，来吧，与我们共舞。第二天早上，村民们发现阿强不见了，他们四处寻找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影。有人说他可能自己离开了村子，也有人说他可能被鬼魂带走了。然而，村里的长老却沉默不语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村外的坟地，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。从那以后，每逢元宵节的夜晚，村里的人们总能在厨房的桌上看到一碗黑色的汤圆，碗边还滴着暗红色的液体，像是血一样。而那碗汤圆依旧在等待着下一个拒绝吃它的人。这个故事就这样在村庄里流传了下来，成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。每当元宵节来临，村里的人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吃下鬼汤圆，生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阿强。而那碗黑色的汤圆依旧在厨房的桌上静静地等待着，等待着下一个拒绝他的人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